本视频分3部分，首先是 Oblivion 的介绍。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由伊朗人开发的开源的强大的 Warp 客户端。它有以下主要几个特点：第一，不用经常优选 IP， 即使你无法访问官方接入点，也能自动获取可用的 IP。第二，支持 Warp to Warp 的连接方式，也就是 Warp 套娃，2个 Warp 节点串联使用，可以隐藏真实 IP， 解锁 ChatGPT 和奈飞等服务，速度表现良好。第三，支持指定国家的 IP， 虽然速度较慢，但是预备反侦查功能，这可能是因为音量的需求吧。第四，支持 Windows、macOS 和安卓系统，并且目前开发非常活跃。下面进入 PC 端和安卓端的安装。我们首先这里输入网址，这个是桌面端，也就是 PC 端。这里面除了 PC 端之外，还有移动端、安卓移动端，还有这个是 Warp Plus， 也就是这个 PC 端的内核。好，我们来下载 PC 端，右边这里 Release 这里面，现在最新是 0.8.18 Beta 版。我们可以下载这一个 EXE 的安装版，或者是 Zip 的解压版。这里我们下载解压版，因为我下载过了，所以这一个编号2。好，下载完成。下载完成后，我们解压，解压之后看到是这样的，可以直接运行，不用安装。好，看到这个是波斯语的界面，点击这里，这个地方可以切换语言，这里选择中文。好，现在又变成中文了。这是主界面，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都有哪些功能。首先是这个 Warp 的功能，这个是 Warp 直连，这个是 Warp in Warp， 也就是 Warp 的套娃。因为 Warp 直连的时候， Warp 协议是会把你本机的 IP 传送给服务器的，就是你访问的网页的服务器，所以这个是不能够，这个是服务器那边看到的，也是你如果是在大陆访问的话，也是国内的 IP。那第二种 Warp in Warp 呢，它相当于 Warp 又套了一层，所以看到是国外的 IP。大部分情况下，我这边测试发现是美国的 IP。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这种是反侦测的一种方式，它可以选择国家，你勾中之后呢，可以选择国家，可以指定这个 IP 是哪个国家的 IP。你看有这么多国家。下面介绍一下网络设置部分。网络设置默认是会开启系统代理的，如果是你不想用系统代理，那么可以选择 None， 这样的话只是开启一个 Socket 的一个共享的端口。如果你要共享局往其他电脑使用或者是手机使用的话，要勾选这个。然后介绍一下扫描仪设置。扫描仪也就是会自动的去寻找节点。那这里面有几个参数，第一个是自动是判断用 IPv6 还是 IPv4， 这可以给你情况选择，默认可以不用动。另外一个是扫描端点的 RTT， 也就是延时。这个的话你可以选择300是最低的，但是它找节点的时间就比较长。另外是这个端点，如果是你用自己优选的节点的话，可以把优选的节点放上去，如果你不优选的话，用这个也是可以选出来节点的，即使这个不可以直接访问，就是说这个域名你发现拼的时候是不通的，但是也可以选出来。然后应用设置这一部分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下面介绍一下安卓版的设置。目前安卓版是没有中文的，也没有英文版。这里面几个设置，首先上面是对应的节点，也就是优选 IP 和端口可以填在这里。下面是对应的本地的 Socket 端口，这个地方是否允许局域网共享，勾中就允许，其他就不允许。这个地方是开启指定国家的 IP， 如果选中之后，这里可以选中是哪个国家的 IP， 这样网速比较慢。这个地方是开启 Warp in Warp 模式，选中之后就是 Warp in Warp 模式。这个地方如果是你有，算了，这个不用了。我们这样可以直接连上，这样拿到的 IP 显示是中国。咱们打开油管看一下，有个4K 的，看相当流畅，上面直接超跑18万。
你拖动立马就有17万、17000、17兆、21兆。下面例行 PT 端的速度测试。测试环境如上所示。每次测试前的动作是首先断开链接，重新链接获取 IP。目前发现基本上会获取到英国或者是美国的 IP。如果是美国的 IP 的话，速度就比较快；如果是英国的话，速度就比较慢。测试了6组，其中3组速度比较快，3组比较慢，都是英国的。下面是 Warp in Warp 模式，测试环境不变。然后进行了6组测试，其中有1组是失败的，整体速度和 Warp 直连差不多，都是美国速度快，英国速度慢。另外我也进行了赛风模式的测试，慢是真的慢，主打一个安全。在优选 IP 下3种模式是怎样的呢？我们看一下，直连最快，然后挖不套娃也还可以，赛风模式就很慢了。整体上 Oblivion 还是一个不错的科学上网工具，它提供了其他客户端没有的一些功能，并且目前非常活跃，稍后会推出分流和 Tunnel 模式。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请点赞关注，谢谢，下期见。